那些下三滥手段，是在找死！奴家不过是送了你一些可以享受极乐世界的东西罢了。这葬神岛千里之外，可没有新鲜阳元帮你解决红色毛羽丹。我这是穿越了？检测到特殊生命体，系统开始导入。陪郭仙子逗留实在过久，奴家就先失陪了。他的药效快发作了，会让他以最难看的方式死掉。留在这儿和他两败俱伤，实在不值得。说得好！事情混乱了。检测到可攻略任务，开启新手辅助。系统，你到底是不是金手指啊？哎呀，我去，接电真是倒霉。接触到目标人物，宿主成功攻略目标，系统方可激活。好歹在下也算救了你一命，仙子怎么还翻脸不认人啊？你和玉罗刹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什么玉罗刹呀。哦，不认识。葬神岛的罡风引力，只有圣人境以上方能闯过，一介凡人如何？哇，他这是中了媚药。虽然你毫无修为，但好歹是先天阳元之身。只要你将先天阳元给我，偷本尊过节，定不会亏待于你。先天阳元，你要杀人灭口？失去它，你只不过是不能修炼罢了。不许睁眼！刚刚穿越就被他抢夺了清白。攻略成功，全程被动也算完成任务。给你点个赞。为什么修为会突然暴涨？难道是因为吸收了他先天阳元的缘故？还未奠基就丢了阳元，你的修行之路已断绝。此番渡劫多亏了你，本尊会想办法帮你重塑经脉。仙子言重了，区区先天阳元不足挂齿。嗨，我可是有系统的男人，进度条一满，我将无敌。竟然对自己的前途毫不在意，我郭新月的男人怎会如此没出息？我怎么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男人了？警告警告！新手辅助消耗过多能量，系统无法激活。目标郭新月为准地境强者，进入它能为系统补足能量哦。靠！激活个系统都这么麻烦，你不会是坑西西产的吧？限时任务发布，激怒郭新月，获取足够能量。如果怒意不足，系统将永久关闭，宿主将为我陪葬哦。去你大爷的！他只要抬手就能碾死我！任务倒计时开始，只有拼了！喂，你竟然缠我身子，还想以后再来？为什么我的怒意消散的这么快？难道他是我的情劫？系统激活，宿主灵力加300，不得被动，状态颠倒。我去，这就没了！哼，我怎么天下无敌啊？哈哈，我的意思是，仙子优雅高贵，我现在还配不上你，要不给我点时间？
跟我回去，帮你重塑经脉。本尊不欠别人的人情。你身上衣物的布料并非我神霄界所有，你有什么机缘，我不屑去探究。这枚玉简有此节信息，还有一部开天剑诀。明天我会为你重塑经脉。哦，原来玄天宫是有名的上品宗门。郭星月他是当世最有可能成为神帝的强者。哇，看来我也要认真修炼了啊！要是实力比他低，以后还怎么告诉他天大地大，老公最大？哇，这就是灵气吗？我感到了在不断的变强。宿主努力修炼，灵气减20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我修炼错了？啊，换个手印试下。宿主刻苦修炼，灵气减30，灵气减50。你这破系统有毛病吧？不帮着我修炼就算了，还倒扣！我要退货！难道是因为丢失了先天阳元的原因？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试试。战神飞剑，他会带你过来。啊！灵兽经脉要搞这么大阵仗？今日本尊宣布，这位夏言是我唯一的真传弟子。宗主竟然破例收弟子了！切，一个聚气境的货色，我宗外门弟子都能随手灭之，他也配当我师兄？被他们瞪爆了！你们师兄与我有恩，特赠天阶乾元丹。这可是万中无一的素骨神丹，道宫境以下都能提升几个境界。给一个聚气境的家伙，真是你请喝龙血，浪费到离谱。服下吧，特意为你准备的。那就多谢师尊了。宿主服用天阶丹药，效果颠倒，灵气减300，灵气减900。啊！哼，居然有人服用天阶丹药还能修为倒退，真是废物啊！何止啊，简直是废物返祖，成废物他祖宗了。天阶乾元丹帮他重铸经脉，绰绰有余才对呀。女帝震惊，宿主震惊帝者，奖励混沌体，开始融合。哎，原来状态颠倒是这个意思，要一切反着来。修仙？哼，修个毛线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将要享受摆烂的人生。服用天阶丹药还修为倒退，不如直接入土。为何我除了帅气之外一无所有？宿主沮丧中，灵气加100。啊，果然如此。他的体内突然有一股强横神秘的力量出现。宗主，既然是立大师兄，为何不当众测试一下天赋？否则何以服众啊？宗主也不想因为这名弟子被人背后嚼舌根吧？我的丹药被宗门内鬼调包成焚神魔玉丹了，我回去会把他们全部都挖出来。未来老婆，这是要借机除内奸呐！夏言，你意下如何？这位服用天阶丹药还能修为倒退的废物师兄，可敢接受测试啊？废物？哼，我本就是攻对方心态，灵气加10000。天阶剑法，开天剑诀。这剑器是开天剑诀大圆满的器械。这剑诀，宗门也就大长老和宗主修炼圆满了。大长老可是整整修炼了9个月啊！宗主好像也用了7天才修炼圆满。夏言，老夫问你，这开天剑诀是何时学的？哎，好像刚刚1分钟不到就学会了。
不过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装逼了？哎，算了，低调一点，1天应该够救我的。1天时间。什么？这他妈比宗主修炼速度还快呀！这是废物啊！怎么了？啊，1天时间不是挺久了吗？我们玄天宗终于出现一个天赋足以匹敌，甚至超越宗主的弟子了。未来此子又是一位地级人物啊！宿主震惊全场，获得红毛老怪体验券，使用后可体验满级红毛老怪的体验10分钟，镇压时间一切感受无敌，绝不败之人。我说不能一步登天，不敢成为天才，但转眼1天就能领悟奇难无术，让我算什么？做个废物都不配吗？混沌体柔和完成80%。这股威势是圣阶灵体，我玄天宗又出现一位女圣体的天才。有如此逆天资质，为何这位师兄服用极品丹药还会倒退修为？不好！柔和完成90%。这异象可比圣阶灵体强10倍不止啊！难道会是传说中神霄界万载难出的神界灵体？幸好宗主开启了结界，否则外界已经炸开锅了。神阶灵体的资质足以让神霄界掀起一场浩劫。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体质？柔和完成100%。宿主拥有炎黄血脉，进化为先天混沌神体。先天混沌神体，神体之首，万法不侵，大道相随。果真是神阶灵体，但又比神体更为强大。灵体出世，天地异象，法则松动，我突破了。我也感觉马上要突破了。我也突破了。这一波就如此为能，好期待他的神体第一次炼化灵气，我到哪个阶段？哇，太强了！这就是神体的恐怖吗？我去，这突破速度还能这样修炼了吗？该叫飞升了吧？此子有大帝之资，一定要好好培养。我玄天宗将会再出一位星月这样的绝世强者。宿主吸收灵气减4千，灵气减9千。我去，吸收灵气也会减修为？滚开！肮脏的灵气，不要进入我的身体！此子难道脑袋有病？宿主抗造中，灵气加1千。我不想修炼啊，我只想做个凡人。宿主摆烂中，灵气加3万。哎呀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听着太他妈气人了！我突然好想打死他。喂，宗主看着自己。群体震惊，灵气加20万。好，从云海5重到真灵8重，连破22个境界。这速度自上古以来都不曾有过，神阶灵体果然名不虚传。现在没有人有异议了吧？本尊宣布，即日起，夏言为本门大师兄。夏言的资质一事，所有人必须严守秘密，违令者按宗规处决。赐离一封为你洞府。我不要，我就要这清影峰。哦，为何？此处灵气已经枯竭，不会再有无耻的灵气来玷污我的身体了。万年罕见的神界灵体，偏偏要住那没有灵气的地方。他妈的，这是端着金饭碗去要饭，不当人是吧？哼，我突然也好想打死他了。不会真有人要努力修炼吧？群体心态破防，获得被动效果，仙妹。哇，大师兄好帅呀！是啊。我去，系统，你干了什么？仙妹，让宿魅力提升无限，
从此万花丛中过，能摘万万朵。万万朵？可我想摘他这朵呀！哎呀，老婆突然变师尊，我他妈不甘心啊！这郭星月真是越来越妖孽了，和他一战，我险些跌落境界，害我还要重新渡劫。那个一身正气的臭虫给你出了什么东西，能让你去招惹郭星月那疯子？哼，出嫁是想，我就是看不惯这女人，一天到晚高高在上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以圣者修为，获神帝尊号。你觉醒的是什么神体？连我都无法看透你。先天混动圣体，居然是传说中的神体之首，难怪我也看不透。今日大典之上，你的神体横空出世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，也有太多眼睛看见了。我替你伪造成荒古神体的波动。谢谢。还有其他事吗？你这是在下逐客令。我要师尊今晚变老婆，仙妹全力发动！我想让你常驻在这儿。魅惑，对付小姑娘还行，对付我还嫩了一点。系统技能都会失效吗？太强了！有色心，但没色胆。嘿，谁说我没色胆的？我这就证明给你看。就算你有这个胆，很可惜，你也没有这个实力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只是动用了一点点的灵气，将你压热了而已。今晚你就站着睡觉吧。啊！我去，你当我是马呀？还站着睡觉？喂，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不用实力，在床上打一架。喂，他走了，我居然站着睡了一晚上。哎，身上好痛啊！可恶，我要把实力提上去，我要让你知道天大地大，老公最大。等比你强了，一定按着你的屁股打。去藏经阁看看。昨天玄天宗的动静可大得很啊，各位可有什么想法？万年罕见的神体出世，动静当然大了。上人若是有意，待玄天宗破灭，愿让上人收服此子。此等绝世天才，恐怕只有上人能够彻底收服。我也愿意忍痛割爱。我只要郭星月，其他你们随意。在如今天地法则之下，荒古神体不过是个废物。既然玄天宗对各位而言没有秘密，那老夫也不兜圈子了。那件宝物，每个人有一次机会收服，出手顺序就按照贡献程度决定，如何？上人高见。玄天宫虽然人才凋零，现在配不得上品宗门，但这凌霄女帝，非大家通力合作不能拿下。就按上人所言，一人一次机会，一炷香为限。哎呀，昨晚光想着让师尊变回老婆，都忘了问混沌圣体如何修炼了。哎呀，这6层都是天阶功法了，还没适合混沌体的功法。哎，残缺功法，残缺的都是天阶功法吗？哎，赤阳诀，需容纳一种神火方能修炼，需圣人境用特殊功法才能容纳。暂缺容纳之法。哇，这修炼要求也太高了。宿主认真修炼，无尽解放。我去，呸！又搞我心态是吧？宿主暴躁痛，修为加速700%。他对一卷功法大喊大叫，难道脑壳有包吗？小爷我不学了。臭小子！宿主毁掉赤阳诀，功法自动融合。
宿主缺乏神火，保护失败。你丫的，在玩我是吧？混沌身体能演化万物，人心大人火，阳学大人法。小子，你敢毁坏？他只是修炼成功了，没有神火，又是残缺功法，你转眼就修炼成了。你这神火好像都焚烧万界，赤阳诀也没有这样霸道吧？唐老精神，都将智慧摘去。哎，万长老，怎么了？神火太过霸道，保护秘籍的禁制快要承受不住了。你赶紧回去收纳住神火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当年宗主这个境界，学会天阶功法也用了3个月，难道他那是修行的无上法门？呸呸呸！哎，有动静。呸呸！万长老，是您吗？天寒夜冻，老夫在室内修炼，小辈莫要多问。要不我喊丹堂的王长老过来，喊他干嘛？一起吃药。哦不，一起锻炼身体。跪下！弟子遵命。师好，师弟好。宗主和大长老正在商量处罚奸细，还请师兄稍等。喂，出了什么事啊？功法阁昨夜数百本天价秘籍被吐满唾沫，还有好多功法蹊跷被毁。万长老昨夜值守，却没发现异常。大长老怀疑他是奸细，对他一通暴打，人都快打上了。现在宗主和大长老正在商量后续处置。我靠，连功法都敢践踏，真是人性扭曲，道德沦丧啊！一定要严加惩罚，才能以儆效尤。我先回去了，等宗主空了，我再来找他。哎，系统，我还有次抽奖机会吧？是的。那现在就抽吧。欧皇附体！恭喜宿主礼物建议，检查伤害加10倍哦。建议人物混沌建议进化，获得是属性10倍加成效果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还是靠脸吃饭适合我呀。哎，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！谁让你瞎嘚瑟？刚刚建议受伤的神霄剑的剑魔。我去，这点点小事就要报复啊！哇，师兄呢？格局呢？哇！宿主分布雷点，状态颠倒，神仙降低，灵魂加点风。不管二阶元神，神魂加2万，魂加3万，魂加3万，魂加4万，灵魂加2万。你肉身扛了击，他不但没事，反而元神还在快速壮大。太爽了！哎，让力气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刚才神火已达到时间极限，神火已无法吸收来电力。啊！混沌神火。我好像找到发达的路子了！我这样弄几次，是不是就能超过他了？我要早点让他见老婆！建议刚刚是王大师傅找到了他方向，他就不服气了。这强度功法不能用，唉，真难受。神火眼，宿主获得神仙火焰，万界之火，宿主为尊，价值万火。那啥，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，你这软乎乎的小手，我挺不住啊！哎，你要是真想做点啥的话，我们回房间再继续嘛。啊！闭嘴！而且居然没有给你留下暗伤。暗伤？哦，原来是为了帮我检查身体啊！哎，我太感动了。你放心，今晚我一定好好犒劳。啊！
你竟敢打飞小叶！哼，等我实力起来了，我一定按着你打，打你的小屁股！有变态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哎呀，完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大师兄，怎么是你呀？师兄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要是真的想看，我们慢慢看嘛，不用偷窥的。不用了。天哪，小玲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这个小妮子，肯定是看大师兄太帅了，春心萌动了吧？你们宿主以肉身强度雷劫，毫发无损，以地震惊。我又觉醒了雷灵根，双生灵根。这都过去1炷香了，你怎么才通知？你要是真想做点啥的话，我们回房间再继续嘛。你那是太兴奋，我简直不一眼睛。身中寒毒千载，寻遍万火未见神呐。这股气息是先天神火。宿主偷懒，灵气加200，灵气加600。哎呀，修仙，修个毛线呀！摆烂才适合我啊！明明有绝世天资，稍加努力就能横压当代，可却偏偏如此懈怠，真让老夫心痛啊！你们快来看啊！这刚刚发布的人物太邪门了！挑选伺候夏言师兄之人，任务条件：只要把他伺候的愿意修炼，奖励地品阶功法1本，10万灵石。修炼还要人伺候，还是最高级任务。路子这么野，我怀疑他是关系户，肯定是走后门进来的。细说一下哪个后门？嘘，宗主居然破例收了弟子了，我倒有什么本事？刚刚那是楚云姐，她历练回来了，就是那个能单挑真传的最强内门弟子。听说他拒绝了很多长老收徒，只想拜宗主为师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宿主摆烂，灵气加900，灵气加700。这样的速度，我多久才能超过他呀？按目前的进度，要500年。我去，被压制这么久，别到时候有心无力啊！能赶上他现在的修为？你大爷的，你就不能一下说完？要想修为长得快，早日师傅变老婆，只能靠整活了。内门弟子楚云前来拜见师兄。这就有送菜的来了。楚云见过师兄。谁叫你来的？长老说师兄修炼遇到瓶颈，我特来帮助师兄修炼。别叫我师兄，叫我摆烂真人。我知道一处上古秘藏即将开放，将有仙器即将出世。没兴趣。这有一枚龙眼草，能长100年功力。一边去，你挡着哥哥晒太阳了。就简单修炼一下，很为难你吗？确实很为难。给脸不要脸！我且来看看你的底细。神灵9重，宗门真传弟子，最低都是道宫弟。此人难道真是走后门进来的？为何宗主偏偏会选他？说，你是用什么办法诓骗宗主收你为徒？说不出来，我就把你割了。因为我强啊！再不老实，我就在这埋了你。因为我比你强啊！你比我强？论修为，论天赋，我会输给你一个真灵9重？都比你强，包括男女之间的那点儿。你土浪子，我杀了你！天剑气，怎么可能？喂，看够了吗？
还不出来，我可喊人了啊！你果真是我要找的人。妖兽，你想干什么？白痴，妖兽根本没办法通过护宗大阵，能进入宗门的妖兽，起码都是圣者巅峰的修为。难道您是天元州的万年白虎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倒有点眼力。天元州的白虎很厉害吗？这可是圣兽，和我们宗主同样层次的存在。哼，你们宗主在老夫面前还是一位小辈，若非老夫出了点意外，他未必是我对手。哎，老家伙，那可是我未来老婆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你敢对宗主不敬？我还缠着身子呢。小家伙，你若帮老夫一个忙，老夫可保你百年无忧，如何？没兴趣，除非你能给我当坐骑。你疯了吧？这可是圣兽，圣兽当坐骑，你咋不上天啊？身上有阴寒之气在不断试探我的神火，先天神火，整个神霄界就独一份啊！没问题。就算是圣者，也没资格驯服圣兽啊！现在居然要给一个真灵境当坐骑，师妹吓傻了。速度神魂加3万，灵气加20万，领会天阶身法，游龙幻影。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老夫被一缕仙寒之气侵入体内，唯有神火方能剔除。当初以我的修为能勉强压制住，但每次战斗寒毒都会加深。到现在我快压制不住了，你引动神火，运转真气注入我体内即可。仙寒之气停止蔓延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兄弟，找你果然是对的。遵照约定，小兄弟成为圣者之前，老夫都为你的坐骑。痛快。要不以后你坐老夫身上得了。还是你懂我呀。宿主偷懒中，灵气加4000，灵气加5000，灵气加6000。嘿嘿，在圣兽身上摆烂，果然更高级啊！他竟做到了连圣人也做不到的事情。师妹心悦诚服，灵气加8万。天人剑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啥也没干啊。那你怎么突破天人境了？修仙还要自己修啊？嘿，那还修个毛线啊！这个人好神秘，难怪宗主会收他为徒。玄天论道今日召开，玄天宗广邀天下修士参加。灵剑宗，宗讨教，特来见识玄天宗绝学。昊天女仆，特来讨教女帝高徒。九幽山，回一楼。好像还有冲你来的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生平啊，最讨厌的只有2种人。哪2种？对我阴阳怪气的。另一种呢？还有就是阻止我阴阳怪气别人的。走吧，让他们好好开开眼。喂，贵宗不是立了位大师兄吗？人呢？不敢出来了？夏师兄急于修炼，不轻易露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是不敢露面吧。看来如传言所言，是个废物啊。哎呀，高兄，人家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喂，你们几个小心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啊！哈哈哈，笑死！路边地摊书看多了吧？整的谁不是天才似的？诸位，论道大会由上3品宗门轮流举行。今年玄天宗操办，本该有当代最顶尖的天骄出席，但我等却未见宗门亲传弟子。我看这诚意也不过如此，干脆我等就此解散吧。逼逼赖赖的，
烦不烦啊？才3天时间，这家伙已经连路都懒得走了。长老过榜，灵气加1000，神魂加600。早安啊，各位修仙人！这种懒货也是你们玄天宗的人？哼，你们是从哪儿挖出这种极品的？二师兄，要不你下来坐坐？这就是夏言，天人境1重，哈哈，玄天宗已经没落至此吗？挑个天人境1重的家伙来做大师兄，看来玄天宗气数已尽，配不得这上品宗门的气数了。哎，你们这是在羡慕我能软饭硬吃啊？诸位，本次论道由我玄天宗举办，论道2场，上半场由未满30的修士论道，下半场未满50的修士论道，以示各宗人才辈出。夏言，卫灵剑宗真传向你挑战，你作为玄天宗大师兄，敢不敢接？你都28了，来挑战我玄天宗20岁的修士，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吧？哼，难道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这一战不把你搞崩溃，只怕都会以为我好欺负啊！你要是怕我以修为欺负你，我可要知道同境界与你一战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这样不公平。我这个人啊，做事最讲究公平。修真界还讲公平？他是脑子坏掉了吧？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高兄可以再让你一只手。怎么样？承蒙段大哥看得起，小弟惶恐了。你想逞强是吧？哼，今天不虐死你，跟你姓！哎，等一下！哼，刚刚还在逞强，马上就反悔了。他娘的是光腚拉磨，转圈丢人！我要是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不会给你惹麻烦吧？天人境担心打死道恭敬，你他妈！天骄暴怒，宿主灵气加9000。出擂台或者投降之前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哼，你过来呀！高和居然连人都碰不到，这难道是天界身法？天品功法至少要高攻9重才能修炼，他一个天人境，怎么可能？走远了，这家伙还真是个妖孽。天品如何？天人境的真体活多久？我这人啊，没什么优点，就是比较持久。高和想拿下他，只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某人曾想到，他从开始就一直在躲，根本没有反击过高和。相差9个境界，能逼得高和出剑，就是输了，也不愧于玄天宗的名头。即便你滑不溜秋，这一剑将你粉碎！誓言伏魔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过是一剑伏魔，我却能一剑开天。竟然是天界绝学，开天剑诀！以天人境修为，兼修2种天阶功法，太妖孽了！原来大师兄这么强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竟然怀疑他是走后门进来的。宿主真经全场，原点加15，灵气加5万。你看，我说对你不公平吧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连我的衣角也碰不到。夏言，这场战斗笑到最后的人是我！小高要突破境界了，击败反而助他突破瓶颈，越挫越勇。我们高和才是天命之子。吸收了这股灵气，直接晋升至道宫3重。喂！你们这些该死的灵气，别来找我呀！宿主吸收灵气，灵气减800，灵气减999，灵气减700。哇！你们这些混蛋灵气，滚去对面去啊！快滚！我说不要灵气啊！灵气之潮突然舍弃高和，去找那夏言了。别过来呀，混蛋！灵气之潮可遇不可求啊，他却避如蛇蝎。该死的灵气，老子不想修炼了，滚啊！你们快滚！宿主吸收灵气，灵气减700，灵气减800。我靠！我他妈心态炸了呀！
我他妈现在才炸了呢！快回来！能不能躲在对面？找我呀！到底怎么了？是他疯了，还是我们疯了？见过了那么多名场面，可偏偏这样的场面还闻所未闻。造成群体破防，宿主灵气加21万，魂力加1万，造成群体崩溃，宿主原点加35。不对，高和是准圣阶火灵根，比所有天阶火灵根都要强。夏言修为比他低，却还能吸引更多灵气，难道他是圣阶火灵根？夏言，你毁我机缘，我饶不了你！我只演示一遍，看好了，真正的剑是这样用的。你的天骄居然被他一剑轰杀了！还有谁不服？统统上来！高和与我们在伯仲之间，一下就被秒杀了。此人太可怕了。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你们恢复一下好吗？这样我好不习惯啊。师兄是把这些天才的脸活生生扇烂了。我就喜欢他们看师兄不爽，又打不过师兄的样子。天骄群体播放，原点加13。喂，原点有什么用啊？原点呢，可以提升宿主的灵根上限，也可强化他人的灵根上限。若想强化他人灵根，必须宿主本身也拥有相同的灵根属性。原点呀，能使宿主顿悟神通。那我的圣阶雷灵根能不能提升到神阶啊？需要原点15000，宿主持有68点，原点不足，无法提升哦。15000，嚯，差得远了。哎呀，还是继续摆烂吧。哎，高和，快救救高和！夏言当时已停手，他还要咄咄逼人，死得不远。哼，还有一场，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。玄天宫内门弟子楚云出战第2轮，无需抽签结果，凡是对我玄天宫不敬者，皆可登台挑战。我楚云接受所有宗门弟子的挑战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我去，居然有比我还能装的！挑战所有宗门弟子，哼，太瞧不起人了！有几个天骄敢挑战我们所有人？虽说楚云的实力很强，可挑战所有天骄，未免也太猖狂了。若登台挑战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他竟然同意了！哎，他这一手有古怪啊！我可是听说他不愿收楚云为弟子，为何这决定秘境归属的时刻会让楚云一意孤行呢？看来我老婆在下一盘大棋呀！灵剑宗巧虎前来讨教，乾隆殿段家前来讨教，飞龙恶枭前来讨教，九幽神温万书前来讨教，破山宗傅全庭前来讨教，昊天府富安洞前来讨教。哎，你说这场战斗胜算几成啊？不到1成吧。啊，这么低啊？我说的是对面。我去，这么强！胆敢挑战所有人，是你们最错误的决定。神通！他竟在道宫境便领悟了神通。哇，这就是神通啊！这么强！神通要化神境的修士能领悟，极少数的天骄能在化神境之前有大气运、大智慧，方能领悟出自己的神通。哎，每人只能领悟一种神通吗？一种灵根只能领悟一种神通，所以多灵的修士显得格外重要。哎，那我这双生灵根岂不是能拥有多种神通啊？系统，给我弄个神通。宿主境界过低，现在领悟神通需要600元点呢。我尼玛，太狠了！境界提升可减少元点消耗。道宫境领悟需要500点，洞真境领悟需要350点。不行，太眼馋了，我要尽快搞到600点。我就不信道宫境你能使用几次神通？废血燃魂，玉碎昆冈，天魔解体，天地同寿，燃烧元神，他们这是连命都不要了。用1次就够了。自然灵根，这次的
他出世的雷灵根。幸不辱命。大师兄，你这是？接下来你只需要跟着我念：我楚云唯有一剑，可降妖、镇魔、斩圣、诛仙。斩圣诛仙，狂妄！他以为他是天下第一。我楚云唯有一剑，可降妖、镇魔、斩圣、诛仙。消耗50元点，楚云灵根升至圣阶雷灵根。锐气成祥，这是圣阶雷灵根出世。他竟能以个人之力破先天瓶颈，帮人进阶圣阶灵根，不可能！灵根自制，自先天而成，强如圣者也不能多加干预。云地抓狂，宿主灵气加20万，神魂加6万，宿主搞崩多人心态，获得天品功法千雷炼虚诀，原点300点。本以为自然灵根修行受阻，没想到他竟能逆天而行。你的灵根资质还有潜力未出，我只是稍微替你发力一下。师兄为人正直，心性秉善，楚云此生愿为公子奴婢，公子不离，我定不弃。大师兄太厉害了，唯有一剑，可降妖、镇魔、斩圣、诛仙，好霸道，我好喜欢。大师兄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信仰。他的出现，从战力到能力都征服了宗门弟子，提振了整个宗门的士气。你可真让人意外啊！群体震惊，宿主灵气加40万，原点加200。第二轮祭所有人已全败，论道大会就此结束。诸位可有什么异议？我皈依宗，无异议。我九幽山也无异议。这次损失太大了。诸位请留步，各长老护住宗门领地。此次请大家看一出好戏。哦，女帝刚才动了杀意了。他这是故意选在论道大会上来杀鸡儆猴。哎，你能飞吧？只能慢慢飞，一旦动用实力，香寒之气就会侵蚀身体。老子当年做长老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内门弟子，如今你敢翻脸不认人？宗主，我们为宗门鞠躬尽瘁，你居然过河拆桥！宗主，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。焦师弟，原来是你啊！难怪我刚进宗门你就针对我，你这内鬼当的沉不住气呀！宗主，你在做什么？这群叛徒屡次泄露我宗门隐秘，今天我便替宗门清理门户。江河和季焕是我宗多年的长老，宗主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搞错？我自藏神岛归来遭袭，服用丹药后才惊觉被调包。若不是夏言，我未必能活着回来。夏言救了你？开什么玩笑！他一个天人境的家伙，能救圣境强者？群体震惊，灵气加3万，灵气加7万，原点加30。哎，我也就拿出了一点点特长而已了，不足挂齿。既然暴露了，老子也要拉你一起死！当年你杀我儿子，好不容易找到杀你的机会，竟还让你从藏神岛活着回来了。你们儿子勾结外敌，毒害太上长老，为谋宗主之位，不惜动摇宗门根本。本帝击毙他，是为宗门除害。几位太上长老生前念在你们为宗门立下功劳，对你们不予追究，你们还敢勾结外敌？你们应该庆幸，本帝执掌宗门的时间不长，否则当年我便无视了太上长老的谏言，就地击毙了你们。和这娘们拼了！他们要自爆！
两位化神境自爆，他这样轻松的就挡下了。若不是你，女帝就是我的。全是你这个畜生坏了我的好事，我要你死！他竟然自燃灵根和元神！萧逸，你找死！快干掉夏言！哼，就是死也要拉你去死！死到临头还故弄玄虚！一位自然灵根的眼道境修士，居然被瞬间打爆！这是什么妖兽？什么？那是夏言坐骑？这头妖兽竟看不穿他的修为。这头妖兽的气息藏匿，竟把我也骗过了。敢问是天元州的白虎前辈吗？你这小辈，倒有那么点眼力劲儿。天元州的万年白虎，是参加了上古大战的那位圣兽。那可是我们老祖一般的存在，居然藏身在玄天宫。不愧是凌霄女帝，竟能请动圣兽。如宗门如今的局势，能有一位圣兽加入，真是雪中送炭呐！不，你们这些小辈莫要误会，老夫只尊于吾主夏言，别的人老夫看不上。吾主夏言，圣兽居然是坐骑？他一个天人境，何德何能让一头圣兽成为他的坐骑呀？此子难道是仙人转世？群体破防，灵气加20万，灵气加5万，原点加20，原点加30。哈哈哈，让大家见笑了啊！长得帅的人都喜欢藏一手。是你个鬼呀！这一手直接变个圣兽出来。宗门不幸，让诸位见笑了。希望各宗不要重蹈覆辙。哼，他是在说你们别作死，否则那2位内奸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夏言，你随我来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差点儿，刚才动用不到1%的实力，寒气差点又蔓延了。神阶火灵根替你剔除寒气，需要什么修为？最低也要眼道境，真气眼道才能一点点剔除寒气。眼道境，感觉太遥远了，我还是继续摆烂吧。这小子是个只有天赋的纨绔，我他娘的后悔给他当坐骑了。圣兽破防喽！灵气加6万，神魂加8000，原点加40。哇，果然啊，越高级的摆烂效果越好。这次被白虎灭了。我图高和被杀，年轻一代谁有此本领？凌霄女帝的弟子夏言，他只有天人境修为。哪怕他夏言也是圣品灵根，在天人境也绝无可能击败高和。此子身兼数种天品功法，天资超绝，连高和突破时的灵气潮也被他抢夺而去。看来他在圣阶灵根中也是绝世天才。圣品？你们也太小看凌霄女帝了。前辈，你有何高见？此子非圣阶灵根，而是神阶灵根。神阶？这可是能影响各大宗门格局的绝世天资啊！难怪一向不近男色的凌霄女帝会收了一位男弟子。难不成他玄天宗气数未尽？这你就接受不了了？哼，此子还收了一头圣兽坐骑，就是天元州的那头万年白虎。这种存在竟甘心委身于一位天人境？自上古一战后，白虎已是强弩之末。他找上此子的缘故，我倒也能猜到。哪怕他还有鼎盛时期的实力，我大眼圣地要灭掉他亦不是难事。这次论道，虽然让剑神秘境留在了玄天宗，但我会让人发难，让他们把秘境吐出来。大人，您那个计划得手了吗？你越界了。大人息怒，属下只想替大人多做些事。罢了，谅你也不敢有别的心思。本来本座也得手了，花费极大代价请出玉罗刹出手，给他创造偷袭的时机，确保郭信月会服下本身魔玉丹。哼，没想到当日本座在藏神海外遭遇一片劫云挡道。劫云？不错，
正是一片奔雷汹涌的劫云挡住了我的去路。这也太巧了吧！我本就临近突破，一旦让劫云感知到我的气息，会招惹来更大的天劫。还没有十全渡劫的把握，不得不退去。待我重返藏神海时，郭星月已消失不见了。焚身魔月丹，女帝突然收了男弟子，原来是被那个小子捡了天大的便宜。属于本座的，一个也跑不掉。郭星月，你的宗门本座会亲手碾碎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跪在我膝下承欢，求我。你今天摸着楚云的手，一直不舍得放，好摸吗？他这是吃醋了，哈，还行，没有我未来老婆好摸。谁是你未来老婆？我只是把你留在身边，还没答应嫁给你呢。就算要嫁，也是你上门做我的男人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去找楚云。你敢？哎呀，想不到他对外威震八方，对内是个霸道傲娇吃醋小能手啊！你要是敢在外面惹桃花，本帝见一朵斩一朵，先斩桃花，再斩你兄弟。啊，兄弟？我兄弟是谁啊？啊！我靠，不用玩这么大的吧？敢惹桃花，你大可试试。啊，听你这意思，怕是试试就试试了呀。你可以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哎呀，万花都不及你娇艳，我就想摘你这朵最美的花。哼，我且问你，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神阶火灵根和圣阶雷灵根，还收了圣兽当坐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居然能帮楚云突破灵根资质，哪怕是我也做不到。你完全颠覆了修真界的常理，这几乎是仙人手段。瞒的不多，就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夏言这小子难道有危险？但这股气势并没有杀意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与玉罗刹在藏神岛一战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机，而你却恰好出现，又恰好救了我，又帮助了我度过论道大会的难关。这一切就像是提前设计好一样。先吃醋再问真相，看来在你心里我比真相还重要一些。这样好像显得我吃软饭似的。不行，我要努力修炼。宿主渴望分发图强，灵气减8000。我靠，狗系统，老子早晚和你一战。哎呀，总不能和你说我是穿越来的吧？哎，如果我是别的宗门派来的，你怎么办？打残，然后把你关起来养你。我有内情，不能说实话，但我能保证啊，事先并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其次呢，我不会做损害你的事情。至于白虎投奔，是他被仙寒之气侵蚀，需要我的先天神火帮他剔除寒气。昔日五位圣者觊觎白虎内丹，群起围攻，反被他击成重伤。至此，他一战成名。如此心高气傲的圣兽，现今竟然愿意臣服于你。多夸夸，我就喜欢听你夸。问心术之下，起码能确定他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剑神秘境即将开启，你若无事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？女帝邀约，请宿主抉择：一、果断同意，原点减200；二、宿主拒绝，原点减100；三、反复拉扯女帝心态，心境波动越大，原点获得越多哟。哎呦，你这狗系统，硬要我薅未来老婆的羊毛是吧？我们还是别这样吧，把我带回宗门，又让我当弟子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把我当什么？可以随意玩弄的宠物狗，喜欢的时候拍2下，不喜欢就踢2下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郭姑娘，就此作罢吧，我们还是女帝心态减1，宿主原点30；女帝心态减2，宿主原点60。我们还是成亲吧。你说什么？成亲啊，做我的女人。女帝心境加1，宿主原点35；女帝心境加2，宿主原点70。成亲？现在你还是名义上的弟子，再妖孽也只是年轻一代的事情，不会惊动池里的老王吧？一旦你成为我郭星月的男人，届时
面对的就不是年轻一代的小打小闹。哼，你还得寸进尺了是吧？你有混沌神体，又有神阶灵根，是绝顶的天资不假，但潜力是潜力，境界是境界。修真界残酷无比，活下来的天才才是强者，死去的天才只是一抹黄土。哼，我得寸进尺又不是1天2天了，上次不是对你体贴入微了吗？这次让我得寸进尺又如何？哼，想成亲，再去修炼个500年再说吧。你弟心境大起大落，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原点200点。楚云这丫头，你可以安心培养。哼，刚才不许我找她，现在又要我帮她？那丫头的天资在青年一辈中仅次于你，若非灭她全家的仇人过于棘手，宗门现在处境困难。以她的忠诚和心性，我会收她为徒。那她的仇人是？合适的时候，她会让你知道的。我讨厌这样神神秘秘。本来论道大会，我准备替她修复灵根的，没想到你竟然帮她突破到圣阶灵根。遇见麻烦了。剑神秘境开启，大眼圣地和灵剑宗不请自来。大眼圣地很麻烦吗？他们是上品宗门名列前茅的存在。你觉得他们还有所图？没错，最近的一连串事情太反常了，幕后主使肯定另有所图。剑神秘境乃上古剑帝所留，对宗门延续天骄弟子的传承非常重要。那我就陪他们玩玩吧。剑神秘境内并不完全纯粹比拼战力，更注重剑道的天资。哎，怎么信不过我？我未来老婆的重要秘境被贼惦记，我去替你教训他们一下，又何妨啊？既然你决意要去，就带楚云一同出发吧。那小妮子没危险你？刚才有一股不小的气势啊！我知他深浅，他知我长短。我未来娘子发一下脾气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能和那位女帝相处，还能占据上风，真没几人能做得到。这小子可不是纨绔这样简单呐！圣兽新生钦佩，原点加20，修为加8万。哎呦，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个老实人。看你的样子，要开始搞事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我怎么会去搞事呢？我这个人啊，老实得很啊。大言圣地，特来拜访名声低调、人才稀松、与世无争的玄天宗。哎呦呵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呀，他们真是光屁股打老虎，既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背经允许，不得擅入我宗领地。要入宗门，请等我通报一声。低贱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开口？玄天宗还真是越来越垃圾了，区内境府的蝼蚁也敢派出来看护山门。内府境的垃圾，连和我们对话的资格也没有，让你们长老出来！真要去通报长老，就是让你们把宗门的脸面踩得稀烂。师兄在论道大会争回来的脸面，岂能在我们手中丢了？太狠了！大眼圣地是打算把玄天宗的脸面踩到底呀！大眼圣地可是正道巨行，玄天宗和人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玄天宫天品绝学，开天禁诀，你敢出手偷袭？你可知我是谁？小爷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我老婆是谁。在我玄天宗惹事儿，赶紧道歉！不愧是大师兄，一言也不虚这群家伙。狠烈阵前，直撼大眼圣地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踩死了一只蟑螂，难道还要和蟑螂道歉吗？哦，是吗？哼，看来你的嘴很硬啊，不知道你的命和局部地区有没有你的嘴巴一样硬。大师兄，这群人蛮横无理，擅闯宗门地界。原来你就是玄天宫的大师兄夏言，才天元境，居然被天元境给伤了。又是他，夏言，我就不信他连大眼圣地都不放在眼里。你们未经允许进入我宗门领地之内，往小了说是擅闯我玄天宗，往大了说
是侵略我宗门领地，与我等开战。你们想开战是吗？今天道歉，拿命来填！群体震惊，灵气加2万，神魂加9000。这位道友，在下大言鲁万明，可否卖我个面子？哼，给你面子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家伙疯了吗？鲁万明可是大眼圣地的核心真传呐！敢和这样的存在硬碰硬，这夏言要么是个愣头青，要么是个硬骨头。群体震惊，原点加5，修为加1万。你叫夏言是吧？你可知多少年了，没人敢同我这样说话。你这个什么鸟身份，我没兴趣。多少年不敢这样和你说话，那是别人的事儿。我只知道，我玄天宗不是你捏的，你都过来踩一脚。你反悔，这是在抵抗我，轻举妄动。还以为是在扯淡，一番圣手怎么可能会给人当坐骑啊？娘的，竟然是真的！楚云，让他跪下。是。太快了！竟敢来闹事！今天不把你们打疼，明天你们就敢上房揭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恳请兄台放我一马，别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龙王庙，我就喜欢专冲龙王庙。要是道歉有用的话，那我就先敢说我谢，绝对玄天宗，找死！师兄，我们上，做了这小子！谁也不许动！我们擅闯贵宗领地，何时地主手上人在先？师兄怎么突然怂了？长老不是嘱咐过了，尽情大闹一场。当着大元圣地的面，踩断了他们天骄的骨头，狠人呐！群体震惊，灵气加3万，灵气加2万。天骄暴怒，灵气8万，原点加2。天骄走了，获得皇爵剑体，剑道亲和翻倍。他居然突破天人境5重了！这家伙好像没怎么修炼吧？来，你们过来，这混蛋怎么打的你们，你们就怎么还给他。师兄，这样会不会影响不好？少废话，挨了打不还手的人，别在我玄天宗混，传出去我先丢人现眼。平时只能绕着这些混蛋走，没想到今天大师兄能为我们讨回公道。他们念头通达突破了，这对他们以后修行有莫大好处。还有谁想立威啊？尽管来，我统统接着。我这人啊，别的不会，就是会以德服人，武德也是德。这夏言太霸道了，想不到玄天宗居然出了这么一尊硬茬子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躺平的修仙天才？去把尸体扶回来。师兄啊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我让你去把人扶回来。这夏言干得真漂亮。宗主到现在都没有阻止他，看来宗主根本不在意大燕圣地。走吧，该咱们出面收场了。吵吵闹闹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回禀两位长老，一切已无事。山门跳出来几条狗，嘤嘤狂吠，打跑了就好。狗日的夏言，老子就没见过这么狂的！天骄暴怒，神魂加1万，原点加5。老子就没见过这么狂的！够了！此次前来，除了带弟子前往剑神秘境，还有传达上面的意思。他也是真传弟子，大燕圣地的核心人物。他所说的上边，难道是？大燕、沧海、玉缺3大宗门经协商之后，对玄天宗持有的剑神秘境予以重大决定。若玄天宗这次仍然无登上承天剑台者，则誓不赔备。3大圣地决定将剑神秘境收回，并予以一处新秘境补偿。3大巨部居然同时联手施压，哼！还他娘的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哼，什么叫惊喜？这才叫惊喜！嘿嘿，有3大圣地的支持，看这小子还怎么喝！迟早有一天，玄天宗的位置也会轮到我们灵剑宗来做。 3大圣门若是联合，
宗门绝对撑不住。宿主摆烂中，灵气加2万，灵气加4万，灵气加3万。修个毛线的仙呢？还是摆烂好啊！鲁师兄好勤奋啊，赶路也不忘修炼。太刻苦了，这么天才还这么努力，我等情何以堪啊！如此一看，和玄天宗完全是两幅画面啊！此子如此懒散，女帝真是瞎了眼啊！群体藐视，灵气加6万，灵气加4万，神魂加6万，元点加30。什么？天人境6重了！我去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才在玄天宗突破天人境5重，这么快又突破到天人境6重了。他这是服用丹药了吧？可他的身上没有药力波动的痕迹啊！哎呀，不会真有人日夜兼程的努力修炼吧？哎，你这么努力修炼天人境的时候，肯定一天突破2个境界起步吧？群体破防，灵气加7万，灵气加8万，天骄破，元点加20，元点加40。老夫居然没看懂这小子是如何突破境界的。好像有什么东西盘踞在那里。是个能打的家伙。你认识啊？老夫可不认识这群家伙。这群？嘿，感觉还不止一个。要是他们冲过来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瞬间绞杀。剑潮过去了，这是飞剑问道，迎剑择主。什么是飞剑问道？这是剑神秘境中极其有名的传统，里面的剑修们留下的灵剑，遇到天资卓越的后辈才会出现，是其三人。若适合，灵剑会选择成为新主人。师尊，你真的把剑神秘境交给一位新收的弟子去做？他连万年白虎也能降服，挡住大眼圣地应该没有问题。倘若他挡不住呢？各宗门势力盘根错节，他们必然考虑到了这个小家伙的因素。挡不住的话，把剑神秘境让给他们又何妨？正好，我也有理由对大眼圣地依附，向北固州的各大巨头展示一下玄天宗的力量。开战！看来你准备踏入那个境界了。看来你相当信任那个小家伙，你对他用问心术了。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不过他并未对我透露来历，只承诺过不会做有损于我的事情。不可能，问心术是由仙人所创，对拥有道心的修士有直问本心的效果。你既然发动了，他还能对你有所隐瞒？或许他身上藏有仙人手段吧。有空的话，带他来给我见见，让我也看看能让外界闻风丧胆的女帝也心动的少年是个什么样的。师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想不到一踏入剑神秘境，就有灵剑送上门。来，真的有灵剑回应啊！他是玄品剑体的资质，能获得灵剑青睐，倒也不奇怪。灵剑好像不太好了。怎么，灵剑没看上他？师达的资质在所有人里也算中上了。什么狗屁灵剑，一点眼光都没有。嗨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能埋葬在剑神秘境的剑修，没一个是普通的。他们生前的佩剑，又岂是凡夫俗子能驾驭的？我们灵剑宗的天骄会是凡夫俗子？他这嘴巴真是老腌菜，一开口就他娘的酸辣刺鼻！天骄破防，灵气加6万，神魂加2万，元点加18。给老子过来！他这是把灵剑激怒了，生肖到死！你要不要搏一把？哎，搏一把那是凡人的选择，我不同，我一般喜欢搏几把。哼，拿一把灵剑都如此艰难了，他还想要几把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下一个被灵剑绞死的就是你吧！我来，我石铁一针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听长一剑，唯愿随我缔造不是伟业。
师兄是主剑，这可是地阶上品剑体。我们灵剑宗以前也只有高和师兄有这样的资质。大炎圣地随便一个真传都是如此，真是天才如云啊！希望某些凡夫俗子，不要丢人现眼的太难看了，有点自知之明，别不知天高地厚，口出狂言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帅啊。待会儿我给他上一个。不用待会儿，我来。哼，玄天宗那草鸡窝，闻到还能飞只凤凰出来。试试我能得到什么灵剑。系统，我要提升黄阶剑体。消耗200点道点，开始提升宿主的黄阶剑体，剑体提升中。天下灵剑，追随我者，不问前程，不求来世，只轰轰烈烈，快意恩仇，拜尽各族英雄，傲笑6道神魔。好这么厉害！师姐比刚刚大眼圣地的强多了。在我大炎圣地内，这样的资质不算少。区区萤火，妄图与皓月争辉，今日便让你们玄天宗看清与我大炎圣地的差距。什么？2把灵剑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！我们是剑挑人，到他这儿是人挑剑。每一柄灵剑都比楚师姐的更强，竟是一对共生配件，双剑能融合使用，灵力加倍，威力能更上一层楼。这等绝世灵剑，连我圣地之中也没几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见你我的差距了吗？被你们当成宝贝一样的人物，在我大炎圣地面前不过尔尔。原点融合完成，宿主黄阶剑体提升为玄品玄金剑体。灵剑怎么跑了？我靠！哎，这2把剑居然放弃了鲁万明，转而选择了夏言？不可能！师兄的剑道资质爆甩那夏言几条街啊！为何会选择他？夏言，你使了什么阴谋诡计？把剑还来！天骄破防，灵气加9万，原点加30。你想做什么？灵剑已入我宗弟子之手，你想破坏规矩？呵呵，破坏规矩的人是你们吧？谁都看得出来，你夏言不过是垃圾的玄金剑体，你不可能降服这等神剑。把你夺剑的诡计交出来，否则今天你就滚出剑神秘境！萧何，剑神秘境仍属我玄天宗的领地，你就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让我滚？交出神剑，私仇谢罪！哎呀，你看你这样子，真像砸锅卖铁刚凑够彩礼要娶老婆，洞房花烛夜，老婆却要和别人洞房，还是8匹马都拉不回来那种。找死！说我的阴谋诡计，那我把剑给你，你自己试试看能不能降服他。干嘛把剑丢出去？那是肉包子打狗一吃不回啊！哎，不用担心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喜欢赖着我呀？干嘛啊？哎呀，快离开我！我只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玄品剑体小垃圾，快去找你的天才！哎，我灵剑就像是赖在他身上一样，赶都赶不走。看不懂，真看不懂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不选我？我是圣品火灵根，准圣品剑体，年轻一代能胜我一筹的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，但绝对没有他夏言。为什么不选我？哎，大家看见了啊，明明是这2把剑硬赖着我，甩也甩不掉。嗨，好烦呐！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这样子，我觉得好爽啊！大师兄句句戳在他肺管子上，太爽了！天骄癫狂，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。他还真的搏了几把剑啊！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2柄古剑从剑锋下来时，明明就是无主之人，夏言也没有因此认出，可为何神剑会选择他？嘿，那当然是我们大师兄的剑道天赋远超于鲁万明啊！神剑赖着我们大师兄，赶都赶不走，不像某些人强留都留不住。绝不可能！夏言的玄金剑体不过玄品剑体，再长8竿子也超不过鲁师兄。天骄震惊，原点加30点，灵气加7万，灵气加6万。哎呀，看在你们死缠烂打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。其实你们何必缠着我这种不喜欢修炼的人呢？嗨，看看人家大眼的天骄，赶路都在修炼，太努力了。这他妈是人话！
哎呀，鲁兄啊，你也看见了，是他们赖着不走，这不能怪我呀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青椒斗心破裂，零点加50，零点加60，神魂加8万。我劝告你，如今剑神秘境还是我玄天宗的领地，神剑格局不关乎修士的想法。你若破坏规矩，你说外面的守山长老会帮你，还是帮我们？现实的境还没有到我们的手中，提前翻脸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师兄这次虎口夺食，真的是大长宗门脸面。明明是他们赖着大师兄不走。对，大师兄，你是我的偶像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也许啊，是因为我长得帅吧。集体震惊，零点加3万。原来如此啊，老夫明白了。前辈，这是为何？这两把神剑虽然一把赤焰熊熊，一把雷霆万钧，但它们是共生剑气，两剑一体。要真正发挥这两把剑的威能，必须是同时具备极品火灵根和雷灵根。原来是还需要极品的灵根资质。不对啊，鲁师兄乃圣品火灵根的资质，能够碾压鲁师兄。难道夏言他是双生圣品灵根？双生圣品灵根，这天资已经不逊色于我了。青椒震惊，灵气加6万，零点加15。这家伙既有地品火灵根，又有圣品雷灵根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给他当坐骑，也不算辱没了我了。圣兽钦佩，神魂加5万，元气加25。我就不信他夏言能压制住我们大炎圣地。不愧是大炎圣地，人人获得一柄上号灵剑。玄天宗的，睁大眼睛看看什么叫差距。作为上品宗门，你们不会只有一个夏言和楚云吧？突然乍现1、2个天才，不过是狗屎运罢了。你们人越多，把你们搞崩溃，我就越爽啊！这送上门的韭菜必须割它。一会儿你们尽力而为，无论胜负，你们都是我玄天宗光荣的弟子。师兄，我们一定努力，不要紧张，我看好你们。消耗30元点，目标人物由玄品剑体提升至地品剑体。消耗35元点，目标人物由玄品剑体提升至地品剑体。消耗95元点，目标人物由地品剑体提升至天品剑体。我的剑体居然突破了！我也是。大师兄，难道是你？哎，虽然我长得帅，可你们这样盯着我看，我会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要是有什么收获呀，待会儿让大眼的人开眼。我们一定会让大眼的人好好享受惊喜。玄天宗的小子，别灰心啊！你们跪地磕几下头，说不定有灵剑开恩呢。大眼圣地的，你们这样夜郎自大，是不是住的偏僻，见识少啊？地品剑体，天品剑体。居然比大眼弟子的灵剑更为出色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和情报里说的不一样啊！玄天宗怎么会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剑道天才？对方群体斗心破裂，元点加900。哎呀，人多的时候搞人心态就是爽啊！哈哈，系统提升剑体，消耗80元点，提升后修仙，哎呀，哪有摆烂爽啊！剑爆散去了。后生们想进入剑神秘境获得机缘，便踏入秘境玄门内，不可使用外力，不可携带坐骑。进入秘境，所有人都会被单独随机遇到一头道宫或动真境妖兽，击败妖兽者获得福缘。单挑道宫境，甚至动真境妖兽，不愧是上古秘境，真是困难重重。嘿嘿，有人可就遭殃了。以他天人境的修为，比道宫境的妖兽挠痒痒都不够格。看来这里要刷掉不少混子了，有人真是乐极生悲呀！期待能在成天剑坛还能看见你们玄天宗的人。你们尽管去，我没问题的。你能行？哎，隔壁的狗子都行，我会不行？哼！
喂，我离开单独进去一段时间，你顶得住吗？经过你的压制，这股寒劲也老实了些，2天之内没问题。超过2天找不到你，老夫会破阵而入。好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小黄，你这次用了什么招呼这些小家伙？嘿嘿嘿，也就整了个小小的天元珠测验，几头动真境和一堆道宫境的小妖兽。也就你个老东西，玩死人不偿命是吧？这群小家伙要遭殃了，能活下来一半都是奇迹呀！那个天元珠测验，谁遇谁死。毕竟自古以来，能止住自己贪欲的修士屈指可数啊！你个老阴逼，嘿嘿嘿嘿，真对我胃口啊！嘿嘿嘿嘿，彼此彼此，你扫起来也很强啊！哎，被转移到了秘境内的一个空间。机关兽，哇，这比妖兽更难搞啊！还好不是动真境，得打。我靠，这玩意儿真硬啊！你们个废小子，怎么会有个天人境的小鬼？低于道宫境的修士，踏入剑神秘境，等同于找死。不对，他的佩剑是那位大人的雷皇之鳞，那可是仅次于剑帝的至高剑修。这等绝世灵剑，怎么可能会选择一位天人境？好家伙，天人境修为，硬汉道宫境机关兽。不过他要败了。纵使有雷皇之鳞，天人境也发挥不出几成威力。这一剑居然有一丝仙意的韵味，这是绝世剑仙才能修炼出的剑术。他不过一个天人境，竟然能修炼到这种地步。还在等什么？放弃其他反搜传承，或本座一搏。问鼎剑道之巅，不过弹指数年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元珠？对，这就是凝聚无数灵气，数千年才有可能诞生一枚的绝世宝物——天元珠。化神境之前，皆是坦途。无愿为剑道前仆后继，死而后已。纵使万古长生，也必将急于剑道。恳请前辈赐予晚辈机缘。道心破碎，这个家伙废了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座的衣钵传人。多谢师尊，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又是一个蠢货。这样的蠢货再多来几个，我尹天德可不会再聚剑神秘境上的那家伙。原点消耗完成，宿主玄品玄金剑体进阶为地体雷。真是妖孽呀！剑体晋级可不是修为突破那么简单啊！此子有大气运，大魄力。群体魂魄震惊，灵气加10万，神魂加8万，原点加40。魂魄震惊，想必是白虎说的那些他们吧。系统继续升级剑体，消耗400原点，宿主地品剑体提升至天品，剑体提升中。刚想说这小子鸿福齐天，想不到转眼就踩进最深的坑去了。天元珠殿，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修士能活着走出来。此子竟然抽到了下签，这小子倒是有些天赋，不过天资越强，越容易被下套。小家伙，你以天人境的修为能进入这里，证明了你有绝世的天资。你的天资与本座的传承犹如灵爪融合，可化真龙。就这，垃圾你也好意思拿出来秀？
为了这破天元珠，要我放弃别的传承？你一边玩去吧！小家伙，你可知道天元珠意味着什么？哎，不就是无视境界，增长点修为吗？哎，哥哥我看不上。那可是天元珠呀！能无视平静突破境界，放到外界得刮起多少血雨腥风？如此坦然的拒绝这样巨大的诱惑，脸色都不带变的。这小子的道心太稳了。你若嫌少，本座再200枚血珠，外加一瓶天火剑玄丹，对火性有很大提升啊！哎呀，说了没兴趣了，这些歪瓜裂枣啊，你留给别人吧。连圣品宗门也眼着那天元珠啊，居然被他说成歪瓜裂枣！魂魄震惊，原点加10。哎呀，任何天才地宝、灵丹妙药，对小爷来说都是剧毒啊！宝物越强，吸收后小爷修为倒退的越厉害。要不是事出有因，谁他娘的愿意摆烂呢？年轻人，要不本座加到300天元。兴趣。本座再加5枚星辰易经丹，这可是能帮助眼道境领悟极品神通的神丹。比起只能靠机缘领悟的神通，它能帮修士选择性的领悟何种神通，说一句逆天改命都不为过呀！连老夫都动心了。哎呀，你留着自己含吧。8枚，老兄啊，我没兴趣啊，区区选择性的领悟神通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本座可赐你审美之体，让你再帅100倍，1万少女会为你疯狂，神霄界无数女修随你挑选。哥哥，我已经够帅的了，居然完全不受诱惑。这天人境小修士是我见过道心最狠的怪物。小子，你若传承本座衣钵，可继承1000年修为。你得此修为，可省去1000年修炼之功。修为传承。这一手下的也太狠了！自古以来都没有天骄能拒绝这个条件。小子，这下你的道心该露出破绽了。不需要。要是能继承别人的修为，未来老夫早就给我传功提升修为了。我再加！你他娘的，你有种去开个价！本座但凡皱下眉头，我跟你姓。抱歉，家有女帝，身有特长。你挡着我摆烂了，哥呀！我求你拿走我的传承吧！哎，我只是不要你的传承而已啊，你用得着哭出来吗？他尹天德有今天这样，真是开眼了。他和秘境上的那位大人有约定，只要有一个修士活着离开天元珠殿，他就得魂飞魄散。但修士若道心被腐蚀，他能占有这些修士的元神，滋补自身。唯一的限制就是，他不能使用修为压制任何一个修士，强迫他们。开出的所有条件必须是他所能给予的，不能空口画大饼。以往没有一个修士能在他面前坚守道心，但这个天人境的小修士究竟是个什么怪物？面对这么大的诱惑，道心毫不动摇。你小子到底搞什么呀？帮你提升元神你不要，传功修为给你也不要，赐你天元珠不要，连帮你变帅你都不要。你他娘的，你到底要什么呀？啊！你告诉我呀！宿主摆烂，灵气加6万，灵气加4万，魂魄震惊，原点加20，原点加30，魂魄崩溃，神魂加8万，神魂加10万。这小子的道心没崩，反倒把一位化神大能搞到心态崩溃了。魂魄崩溃，神魂加8万，原点加30。啊，不错，距离天人境7重又近了一步。小子，你笑什么？你到底想怎样？魂魄暴怒，灵气加10万，原点加20。哎，对，我就是要这样的。他就是有这个，什么意思？你的传承我没兴趣啊，你下次还是别找我这样的老实人了。我要不是老实人，一定接受你的传承。难道这小子识破了天元珠殿传承的本质？
不可能啊！从没有修士能活着离开天元珠殿，谁能透露这里的消息出去？哇，还差2个元神，我就能恢复实力，摆脱禁制，绝对不能让他活。他侵入这小子的体内，是想用元神强行让对方道心屈服。这一招风险极高，不是生死关头，他也不敢用。圣品雷灵根，地品火灵根，好小子，本座还真是小瞧了你啊！此子的资质如此之好，待本座恢复实力，逃离这片秘境，再用他的身体还魂。哼！我倒要看看你的道心有多稳。花种娃，原来如此，你是唯一这个东西，他居然是……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也会毁灭的！这小子将会颠覆那群老东西制定的一切规则。天元珠殿尹天德违反剑神秘境规矩，对传承者动强，一斩。刚刚又是一股强横的神魂，暗中观察小爷的人不少啊。这小子已经通过了考验，这些宝贝就摆在眼前了，他还是没动心。他刚才是真的没看上尹天德提出的那些条件。谁会嫌自己拿到的宝贝多啊？修仙本就比拼的是资源的积累，这小子倒好，啥玩意儿也看不上。他不会有病吧？啊，这墙还这么硬啊！勉强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吧。天元珠灵力入体，灵气减8000，灵气减5000。哎，我去！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恐怖！娘的，这小子暴殄天物！老子要是在他这个年纪能得到这批天元珠，哼，直接躲进深山老林，不分昼夜的狠狠修炼。他倒好，把天元珠当成洪水猛兽，我真怀疑他脑子进水了。魂魄崩溃，灵气加9万，灵气加7万。哎呀，这摆烂真烦人！我还没准备好呢，就这么轻易的突破了。哎，之前毁掉天阶功法赤阳诀就秒学会了，我吸收所有丹药，灵气会减少状态。那我如果毁掉它，状态颠倒会怎么样？这小子不要丹药就算了，反把丹药给毁了。魂魄破防，灵气加3万，灵气加5万。哎，没有反应啊，岂不是我永远都不能服用丹药？这么多天元珠和天阶丹药，就拿来培养手下，当做我起步的资源了。哎，怎么能事事都靠老婆呢？宿主奋发图强，灵点减20，灵气减9000。哎，我靠，狗系统，你讨打！宿主毁坏紫玄身，元点加2，元点加6，正在吸收紫玄身的能量。紫玄身的能量吸收完毕，灵气加9万。啊，毁掉天才地宝可以获得元点，还能吸收它的能量。嘿嘿，也就是说，毁掉丹药不行，但是毁掉天才地宝可以吸收。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毁坏流焰00，元点加8，正在吸收流焰00的能量。毁坏九转灵芝，元点加5，正在吸收九转灵芝的能量。哈哈哈。毁坏卵影寒竹，元点加7，正在吸收卵影寒竹的能量。毁坏冰镜火莲，元点加9，正在吸收冰镜火莲的能量。哈哈哈哈！爽！哎呀，爽啊！全是1000年份的天才地宝，他居然全给毁了！二世祖也不是这样玩的呀！他脑袋里是不是都是浆糊啊？哎呀，毁掉了这么多的天才地宝，居然还没升至天人境9重。哎，对了，
这小子简直不是人，见什么毁什么。到底得什么样的宝贝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呢？啊，没有吸收啊！哦，看来通过破坏获得能量的只适用于天才地宝啊，并不适用于灵石范畴的天元珠啊。哎呀，提升境界太难了，居然一天突破2个境界也做不到。天元珠殿考验通过，我继续前进。看来还是我们大炎圣地的人最先抵达。你们也不过如此，大眼圣地也没比我们强多少。是吗？你们那位大师兄夏言怎么没来？不会是因为太弱了被妖兽吞了吧？哼，说不定是被妖兽不小心踩死了。哼，有的人离开了宗门的庇护，就什么也不是。佛宗大师兄既能降服圣兽为坐骑，自有他的本领和底蕴。希望你们说话过点脑子，别闪了舌头。哎，快看，是大师兄！大师兄好像是天人境8重了，数天内就突破了3个境界，哈哈，我大师兄非凡俗之人可比。你们天人境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几天就突破了3个境界吧？那头万年白虎不算在上面了。要杀这小子的话，现实一定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妖兽结界，小哥哥，快救人家！哎呦，骚气！能化人形的妖兽，起码是动真境。糟了，大师就在天人境，和他差了2个大境界，完全没得打。凡登台者，不得擅自离开，违背者，万剑封杀。哼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有好戏看了。别急，大师兄没那么弱。哎，姑娘，此地为剑神秘境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公子，你是修士吗？啊，算半个修士吧，摆烂的那种。物有古怪啊！宿主吸收破新妖物，状态颠倒，灵气加6万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是各种灵丹妙药会状态颠倒，修为下降，但反之，我可以吸收带毒的。啊不，也许任何带负面的东西，什么毒药啊、毒素之类的，都能够让我提升修为。哈哈哈！哎呀，终于找到发达的路子了。奴家被妖兽拐来，刚才妖兽正打算吃奴家，忽然就闻风而逃，想必是看见公子的神威，求公子救救人家。这毒类幽蛇乃上古毒兽，被剑灵镇压在此，考验修士。考验者若被他的美色诱惑，想与他一夜风流，他便拥有吞噬对方的资格；若对方不被诱惑，他便不能以修为压人。秘境规则会为美色而放弃剑道的天骄，不配成为剑道至尊。这位夫人，如果你是单身，请爱惜自己啊；如果你已婚呢，请对得起你的另一半。如果你是卖的，请说出你的价钱。那如果你只是为了露嘛，麻烦请多露一点，因为在下有点看不清。奴家真的是被妖兽绑来的，不信你看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你的演技和身材呢，我打88分的高分，扣除的12分嘛，就当做是给你的勉励了。这小子怎么不受护心妖物的影响？只要我摆得足够烂，任何诱惑也动摇不了我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娘今天就用强的。宿主吸收破心妖物，状态颠倒，转化为灵气加5万，灵点加6。太爽了！还有吗？自己找死！宿主吸收破心妖物，状态颠倒，转化为灵气加6万，灵点加3。宿主吸收破心妖物，状态颠倒，转化为灵气加8万，灵点加7。宿主吸收破心妖物，状态颠倒，转化为灵气加5万，灵点加3。哼！哎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再来点，再来点！真是个妖怪，就是动真境的强者，也不敢这样吸收我的毒物啊！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这绝命噬骨毒是本座精心培育的，足够让你欲生欲死。待会儿
我就把你摧残到身体和斗心崩溃。吸收绝命食蛊毒，状态颠倒，原点加20，原点加30，原点加40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再来点，多来点！我就不信了，就算用尽我的身家，也要干到你翻白眼儿。吸收地脉复毒露，原点加10，原点加20。吸收血毒泉，灵气加8万，灵气加5万。吸收人死花，神魂加8万，灵气加10万，原点加30。哇，爽，太爽了！小子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以后就能看这个地煞血骨汁，老娘就不信你能无视。糟了，我只想吓吓他的，要是考验者死在我的手里，剑灵处罚条，我就惨了。谁想到他这么急切，还要自己去吸？完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吸收地煞血骨汁，神魂加8万，神魂加10万，神魂加6万，神魂加9万，神魂加14万。太他妈痛快了！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地煞血骨汁，连我这天生用毒的妖兽也不敢用本体碰触。好姐姐，你还有什么带毒的吗？最好是那种能毒到圣者都脑子蒸发、元神破灭、肉壳消亡的那种。最好是那种永世不得轮回的猛货，越毒越好。我出高价和你买。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放过我吧，你尽管过去好不好？我不纠缠你了。等等，你的本体应该也挺毒的吧？这一关考验，老娘不玩了！你别走啊！有话好好说呀！哎呀，咱们有的谈的嘛！哎呀，就和你搞点毒用用，你别这么小气嘛！哎呀，可惜修为相差太远了，让他跑了。原来吃毒药才能增加修为啊！5阶元神，终于能承受神通了。哎呀，大家都在啊！来的路上多喝了几口茶，不小心耽误了时间。连元神也能腐蚀的地煞血骨汁，你管这叫什么？那么多毒药喝掉，毫发无损。师兄太厉害了！同门极度崇拜，灵气减3000，灵气减2000。我去，被崇拜还能减修为？别，你们别这样的崇拜我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只是运气好了点。大师兄这么强还如此低调，太谦虚了。要是我的话，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。师兄超凡脱俗，心如明镜，照出我等的庸俗急躁。日后定以师兄为榜样，必上追寻大道。同门极度崇拜，灵气减6000，灵气减8000。我去，你们别这样！自从遇到这个夏言，从无往无力变成次实力，只有除掉他，我才能平复心魔。天骄极度，灵气加3万，灵气加4万。幸亏有你妒火中烧，修为才没有下降，还小赚了点。诸位远道而来，想必是为了登剑台。但剑道之极致，考验会分为3轮。第1轮，承受我的剑意一炷香，一炷香后还能留在地月剑台之人，能获得珍贵剑谱功法1卷。第2轮，本座会压制到和试炼者相同境界，能接我一剑者而不败者，可前往承天剑台。第3轮，登上地剑台，这个暂不说明，以你们的水平不可能做到。我们可是大衍圣地的人，一位已是剑神的传承，可不见得拿不到。一言不合就动手，好霸道！想抹除你们这些货色，是一念之事。谁要是再没规没矩，直接轰杀！这想必就是上古剑神身旁的剑灵了。总感觉这家伙有些不对劲呢。第1种神通就选择剑系神通了。系统领悟剑系神通，消耗800元点，宿主开始领悟剑系神通。不是说好的500吗？天平以下的神通为500元点，天平以上的另算。你这狗系统，除了坑我，能不能有点别的？你躺平不就好了？宿主成功领悟剑系神通，可吸收天下剑意、剑气，为己所用。吸收人天才的感觉，真不是一般的爽快啊！这家伙的剑意炽烈如火，
并不像看起来的孤冷高傲啊。变强如果不是为了人前显胜，那将毫无意义。我靠，他是在享受装逼啊！可惜我才是这方面的行家，要是把剑灵也搞崩溃，系统奖励会不少吧？装我就装他个巅峰不败。第一轮考核现在开始。有的混子不过是地品剑体，天人境修为，我看你如何抵挡前辈的剑意。你这大眼圣地的真传，不也是被混子抢了神剑？看来你还是不服气啊！你还是先照顾好你们家的大师兄吧。算有金生天品剑体，他前几天才玄品破地品，现在又来地品破天品。破了天品剑体，有意思。没天理啊！天赋再强，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！剑灵震惊，灵气加22万，天骄极度，神魂加6万。剑灵，对那个小家伙多考验一下。桌上最后一个人是，居然苏醒了，居然成为奇葩之极的天人境。我一看见这小子笑，就头皮发麻。这家伙每次这样笑，就是要搞事。他在剑意的压迫下还能随意活动，剑意越来越强，光是抵出剑意，我就感觉很吃力了。夏言，你想干嘛？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天人境，还没完全辟谷。饿了，烤点东西吃，很正常吗？哇，好香啊！用的是什么香料啊？真香！夏爷，你他妈在搞鬼！这欲望钱花竹调制的香料就是这劲儿，香到骨子里，硬到海绵中啊！要不是在这剑意中难以行动，我一剑劈死你！前辈，此人下作无耻，在前辈的考验中捣乱，是在挑衅前辈的威严，恳请前辈出手废除此子的资格。这小子是众人都特意关注的，把他踢出考核，我会被揍得像猪头。他并没有直接干预你们，不算违规。前辈，他已经下毒了，怎么不算干预？小子，你下毒了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我夏言堂堂君子，一身正气，绝不会干下毒这种龌龊之事。如若不然，我认作他爹。服用剧毒，欲望情花足，状态颠倒，灵气加15万。好一个认作他爹，给人下毒了，还要当人家的爹，这小子够无耻的，对我胃口。他要是下毒，他敢吃这个肉吗？娘西皮的，是个人都看到他连地上血骨汁都能喝，简直是百毒不侵。剑灵居然视而不见，这绝对是在偏袒夏言这个混蛋！哎呀，这剑灵真是太配合了。哎，刚才有个十分强横的存在注视我，应该比剑灵更高的存在，想来不会轻易就把我淘汰了。好热，为何感觉热火焚身啊？师弟，你的锭子突然变得好诱人啊！快让师兄看看。嘿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却偏偏干些道德沦丧、伤风败俗的事儿。你个混蛋东西，你他妈的偏心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质疑本座？看来这剑灵是铁心要装瞎了，为了一时之气，坏了正事。天骄憋屈，灵气加8万，灵气加6万。对付下三滥的敌人，就要用下三滥的招数。第一重考验结束，获得功法传承1卷。进阶的天雷剑诀对我没什么用啊，留着以后拿来换毒药。继续留在此处者，本座将视为你们选择继续挑战。就让我为夺下这个头彩。前辈得罪了。这家伙是来度假的，仗着剑灵对他偏袒，搁这为所欲为。天骄极度，灵气加11万。剑灵前辈就算压制境界，那也是同阶无敌的存在，你应该有办法了，对吧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又不上。你不参加，你不是来帮忙的？你认真的？当然是认真的，我又不努力修炼，本来就没打算要登上成天剑台啊。我去，这小子没打算参加第2轮，要是把这小子放跑了，主上不得把
把我吊起来揍啊！要怎样才能让这小子参加呢？请前辈赐教。你确定要参加？你若参加，我也会使用神通道法。神通是眼道境界强者的标配，一旦踏入眼道境，挑战的难度就加倍了。除非他对自己的神通极为自信。确定参加，晚辈一定全力以赴。好，有种！神通星河乾坤。神通星河乾坤，能借星辰之力，凡是被神通覆盖之处，均会被挪移至星域，是极难得的神通。多谢前辈承让。看他这脸色异常，刚刚快到他的极限了。你还算不错，登上陈天剑台吧。哼，我就看你们怎么登上去。楚云师姐，大师兄，要不我们先上去消耗一下他，逼他多出几剑。对，我们轮流上去。剑神秘境绝对不能落入大眼这群畜生手里。这些小把戏，对这位前辈是不管用的。哎，别看我只是个长得帅气的躺平居士。既然你不想上，那就我来。你尽管大力，剩下的交给奇迹。他虽然有些不正经，但关键时刻从不让人失望。玄天宗楚云，请前辈赐教。动真境教场，小女娃儿，你有点意思啊，竟有几分神通的道韵。如前辈所言，对付我这种尚未眼道的弱女子，前辈一定不会越级使用神通对付的，对吧？动真变神通道法的弱女子，古往今来也没几个。不过你不用刺激本座，对付你不需要在动真境用神通，一剑接一剑的变强，只要他能承受得住神通的负担，理论上可越阶杀敌。那我就用类似的剑术来给你上一课。糟糕，撑不住了！消耗700元点，目标的天阶剑体提升至圣阶剑体。师姐打退了剑灵前辈。师姐比鲁安明厉害多了。你的神通突然提升了？不对，是剑体突破了，真是大白天撞见鬼。不过鬼魂这玩意儿秘境多的是，这群玄天宗弟子真是古怪啊！前有地阶破天阶，后有天阶破圣阶。难道这就是我尽管大力，剩下交给奇迹？哇，奇迹出现了，我们是冠军！他这演技可谓拙劣啊！啊，快了，再用点力，能把剑灵的心态搞疯了，奖励应该很不错。前辈，我算接下你的一招了，对吧？不错，你通过了。我们赢了，我们保住剑神秘境了。究竟问题出在哪儿？为何玄天宗一次次总能化险为夷？还没完，只要后面我继续压过玄天宗，宗门还能以此为由对玄天宗施压，交出秘境。好了，我们先离开地月剑台，庆赏我们楚云师姐的风采。我去，你跑了，我会被主上揍得很惨啊！年轻人，难道你没有梦想吗？梦想？我的梦想就是躺平啊，不用修炼，每天自动涨1000个境界，躺着有妹子陪，站着把钱挣。你要不尝试一下，以天人境走到这里不容易，本座会压制和你相同的境界，修为越低越占优势。哎，行了，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在下区天人境，只是个没有梦想的靓仔。年轻人，修仙要是没有梦想，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咸鱼就算翻个身，它还是咸鱼啊！你要是不参加，信不信本座一剑杀了你？那你就杀吧，我最多变成咸鱼片。这种软硬不吃的家伙，我还真没遇到过。诸位师弟，我们走，下山。他若是走了，你拿命来赔。他娘的，上强制命令你！你赢了，
年轻人，告诉我，你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挑战？你可能会赚，但我永远不亏。你走这么快干嘛？难道要强行动手，逼他出手？他只是个天人境，要是不小心把他搞死我怎么办？靓仔，求你了，你挑战陈天剑台吧！你要是不登台，会他娘出大事的！搞崩剑灵心态，原点加1500，灵气加60万。主宰秘境的剑灵竟然向一位天人境妥协，我不服！凭什么他夏言把好处就全占了？哎，你想要我挑战成天剑台？对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有什么要求，我尽量满足你。包括放水？放水不行，只要你挑战了，我必定会全力以赴。为什么不行？你要是走，我最多一死；可要是放水，我就是生不如死。因为原则。那我换一个说法，如果我要挑战的不止成天剑台，而是那里呢？他的目标居然是地剑台，难怪土上会看上这个少年。成天剑台之上是地剑台，凡是登上地剑台之人，有资格会面我等主上那位名动千古的剑神。但千百年来，从未有人能抵达过地剑台。登上地剑台需要通过什么试炼？地月剑台承受我的剑意1刻钟，成天剑台同境界内皆一招而不败。地剑台，你要在同境界内击败我？不可能，没有人能在同境界内击败这位剑道之强者，难怪千百年来无人能登顶地剑台。没关系啊，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躺平。在地月剑台是躺平，在地剑台也是躺平，都是躺平，那我就去地剑台躺平。你要挑战地剑台，那你要先踏上成天剑台才行。你同意了是吧？你如果能办到的话，剑来。若让他夏言也登上成天剑台，就更证明了玄天宗的底蕴配得上剑神秘境。想再拿到剑神秘境，就没有丝毫可能了。登上成天剑台，要接你一剑而不败，对吧？不错，我还是第一次考验天人境，你可要小心点，别被我一记同行杀了。楚师姐和鲁万明用尽全力才接下一剑而不败，大师兄居然打败了前辈。剑灵居然被轰得连剑也握不住，他不过一个天人境，这一剑居然蕴含星运，都是天星转世。天骄破防，灵气加8万，剑灵震天，灵气加24万。这一剑叫什么？一剑定乾坤。此剑在天地剑诀中都是前3的水平。夏言，可前往成天剑台。夏言修炼极其带劲，经常摆烂。他要是认真修炼，岂不是衡阳万古？这小子真是大象挤猪圈，浪费天资。这小子原来藏得这么深。哎呀，有人不开心了，想使坏了啊！呵呵，大名鼎鼎的大眼圣地也不过如此。哎呀，剑神秘境还是在原配手里好点儿，别总让其他妖艳贱货惦记着，管不住裤裆就算了，还管不住心里那点龌龊玩意儿。谷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绝无风吹。成天剑台的唯有这3人。能让这位剑灵前辈毕恭毕敬，只有那位上古剑神。后生们，地月剑台唯有一剑，即问心，剑修道心坚守，可破地月剑台一关。成天剑台唯有一剑，即问道，问剑修手中剑，心中剑，剑中道。回答本地问题者，可得本座指点1二。哪怕最后无法击败剑灵，也能获得对应的奖励。能得到主上的指点，是你们的大机缘。后生们，本地问你们，何谓剑道之尽头？
鸿蒙突气，仙人开道，道生万物，剑引千招。剑道的尽头应当是剑仙的剑招。敢问前辈，我等凡人如何能参悟剑仙的剑招？我在秘境曾得到过一本蕴藏仙意，超越了天界的剑法，却迟迟不能解读仙意。剑可解仙韵，我不甘心。胜者成帝，虚无地道一途；而成仙则要粉碎地道，以助仙体，拼搏一线仙缘，修炼剑仙之招。起码要有敢于成仙、自毁道途道心的魄力。若无这点魄力，就谈不上剑仙二字，更无染指仙道之可能。这的意以我在大隐的地位，你接触不到。大隐不缺资源，但这位上古神仙若能归属大隐，必能将大隐推往更高的地方。前辈，晚辈认为剑道尽头应当是剑意，一生而万剑灵。剑意不能修炼到极致者，如黑暗中孤身前行，看不清前路；修为再强，亦如盲人摸象。你的回答亦算是对了一半。世人皆认为剑意的强弱取决于剑修的道心和剑体，实际上还有一种途径能锤炼剑意。恳请前辈指点。很简单，无限重复坚守剑意初心的事情，既简单也困难。重复道途，固守道心，千锤百炼，究为极致。多谢前辈指点。这剑神的话蕴藏深意啊！宿主听剑论道，获益匪浅，状态颠倒，即将获得灵气减800万，神魂减30万，原点减2000。我去你大爷的！我听个讲座还能解属性？你管这叫获益匪浅？请宿主选择：一、接受剑神指点，减少大量属性，获得天品清源剑诀；二、拒绝剑神指点，减少部分属性，原点加1500点；三、破局中局，交地中地，教剑神学剑，不会减少属性，原点加2000。我他妈能骂你吗？系统，我一个天人境，你让我去教剑神学剑，这他娘的不是在阎王头上蹦迪？天人境的小家伙，你认为剑道的终点是？尼玛，800万灵气啊！这不得一下跌到聚气境？我可不想被减属性。刚才的回答全错了。剑道之尽头这个问题你都不知道，你也好意思指点别人？他居然敢嘲讽剑神，他觉得自己比剑神还懂剑道。才是天才的巅峰，面对这种存在，他居然敢说剑神不懂剑道。我确实不知道剑道之尽头，但是你这小小的天人境，难道能穷极剑道的顶点？还是第一次见到主上生气，剑神一定是如此可怕，全世界的剑神被丢弃。你在干什么？快向剑神前辈道歉了！这小子自己作死，最好剑神一下子拍死你！剑道之中途，并不是什么剑招、剑诀、剑意、剑体，这些不过就像是灵域上面的灰尘，尽管有几分灵域的霞光，但终究是一抹灰尘。逐灰尘而舍灵域，就像有金矿却只取乱石，终老于贫瘠而不知富贵。剑道的中途是剑士。剑士，天下有3剑：树人剑、诸侯剑、天子剑。树人之剑上斩行礼，下绝肝肺，一旦命绝，则人毁剑灭。诸侯之剑以勇士为锋，以贤士为恶，以豪杰为甲。此剑一用，如雷霆之震，4分之内无故宾服。天子之剑以诸侯为锋，以山河治五行，开阴阳，上绝诸天，下绝众生，举世无双，天下归服。是那些埋葬的秘境的大剑修们，他们残存的元神竟也被下人给吸引过来了。个人之力，无论修炼至何种境界，剑圣也好，剑神也罢，
剑仙又如何？终有穷尽之时，唯有将那些已生、将生、方生、未生的力量汇成一股，这种力量就是势。得见势者，遇见势者，也是剑道的最强者。剑道之中途，当以剑仙为锋，剑神为萼，剑道为夹。治五行，开阴阳，上绝诸天，下绝众生。剑势所指，可创世灭世。敢问你能寻得出比剑势还要强大的剑道吗？没有，本帝心服口服。那些曾经流芳百世的大剑修，竟然也都对夏言行学生之礼。大师兄他居然指点了整个时代的剑修和一位剑神。我们到秘境是请剑神前辈教教我，到他这儿却成了剑神别逼逼，我教你，太他妈疯狂了！宿主完成教剑神学剑，云点加2仙，剑神论道的属性减少取消。哇，这次太凶险了，还好收益足够大。真是风浪越大，鱼越贵呀！我在地剑台等你。你确定要挑战地剑台？那本座必须全力以赴，无法点到为止。你必须赌上性命来一战。确定。好气魄，不愧是道破剑道中途的修士。你们若是不想再继续挑战，就先退下。想靠剑气的品级胜过我，本座身为剑灵，何止剑气，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神通，他有的，也竟居然领悟了神通。剑神当年以荡弓境领悟神通，被视为剑道之巅，他的记录竟被这小子打破了。居然连剑灵的剑意都能吸收！放！我去你大爷！老子不玩了！前辈，你动用了真实实力啊，是不是玩不起啊？玩个屁啊！老子不用真实实力就被你搞没了！你小子太危险了，老子不玩了！这他妈根本就没得打，就是比你高几个境界。这如此狂暴的神通，被打中也得死！这小子太危险了，不能让他继续成长。天人静变领悟神通，古往今来从未有人做到过。天骄极度，灵气加4万，师妹崇拜，灵气减2万，神魂减9千，剑神震惊嘛！灵点加200，灵气加70万。浑身像被榨干了，以天人境的修为施展神通，太过勉强了。这招神通道法，连剑神也震惊了，证明其有无敌之姿。夏言小友，欢迎你登上地剑台。你是第一个，亦或是最后一个？秘境开启如此之久，终于有人登上地剑台了。我去就来。哎呀，逼格倒是拉满了。等我修为有成，也搞这样一个秘境，装装逼。夏言，你过来。哎，这里是剑神所在，怎么会有女人啊？吾乃剑神。你是第一个看见本地的元神真身啊！剑神居然是女的！生前觊觎本地的敌人不少，部分的伪装是必要的。寻常时，本地会让剑灵伪装成本地的真身。难怪剑灵装逼装得如此娴熟，威势骇人。原来是装习惯了。当年出现了一座旷世仙迹，引起了各族大战。前辈是在那场大战陨落的？不错。难道前辈要我替你报仇？那倒不是，那时代下无人能杀我，我挑选传人是为了解开他的秘密。本地穷极一生也无法解开他的秘密，或许待你成为眼道境，能有一线机缘吧。你既知晓剑道中途，就应该……我去，快丢掉！他才天人境。怎么可能激活这件道器？好不容易挑选的传人，难道就这样没了？剑神受惊，原点加150。你果然不是剑神吧？剑神能有你这么怂？你没事？没事啊，依旧那么帅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被归元之光照射，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要什么反应啊？我当年就是被他的光芒照射后才死的。我去！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给我？谁知道你能激活它呀？
刚刚元神透支了，能把神帝干掉的道器，随随便便的就丢给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看来他真的选择了你。前辈，你脑子坏掉了吗？混沌莲台拥有传说中的归元之光，被归元之光照射者，要么道消深陨，要么得道飞升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混沌莲台其实有2种力量，既是危机，亦是机缘。不错，每一个修士一生只能打开1次，要么得道飞升，要么道消身死。你却仅仅只消耗些元神之力，意味着你可以多次使用混沌莲台。如果你能控制混沌莲台，展现仙道之光，就能控制仙元，这是多少神帝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如今就摆在你这天人境的面前。前辈，把如此珍贵的东西赠我，得有什么条件吧？谁舍得送我？我只是试探一下你和混沌莲台之间的机缘，可事情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。算了算了，既然天命如此，不如结个善缘。混沌莲台相传拥有打破生死轮回的力量，我需要你用它来复活我的本体。复活你？陨灭的神帝还能有办法复活？演道境之前，你不能探查混沌莲台中蕴藏的仙元，否则即使不被化道消灭，也会耗尽元神而死。晋升演道境之后，真气可通晓天地，才能尝试探查这件道器的秘密。那要是危机关头，我激活了它呢？归元之光所照之敌，瞬杀！哇，猛啊！宝贝，我要了。那方向是剑神秘境，仙韵如霞，超凡脱俗。此物难道是剑神当年果然获得了一件神秘道器？若是算上凌霄女帝，玄天宗有2件了。2件道器，值得我们出手了。近期就是仙途盛典，到时候出手试探他们一下了。